欢迎收看我们十全记忆体超频企划第2集。上一集我们小帮手毫不费力的把测试平台给搭建起来了，并且我们也开启 SMP 稳定超频至7600 mHz。还没看过上一集的，记得回去收看哦。这集我们来实测记忆体超频前后的效能差异。为了不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我们换上一条全新未使用过的 M.2 十全 T-Force Crader A4402T， 官方标示读写速度为76,900 MB/s， 接近 PCIe 4.0 程式的读写上限，还附上有用的散热片。再次感谢十全提供我们这组记忆体与 SSD。显卡的部分，在稍后的2077实测中 ，FPS 差异实在是太小，我不禁好奇，若我更换成性能更好的显卡，会不会比较明显的拉开测试数据差异？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测试就会使用微星的 RTX 4080 Spring X。详细测试硬体如下。接下来的测试中，每次测试皆进行5轮以上，摒除异常数值后，取5个测试数据做平均。首先，我们先来看2个频率下的读写性能。IDA64 记忆体读写测试中，5600 MHz 的频率下，读写分别为87 GB 每秒与77 GB 每秒。对比开启 SMP 超频至7600 MHz 之后，读写来到惊人的116 GB 每秒与97 GB 每秒，分别提升了 33% 与 26%， 提升幅度非常巨大哦。延迟的部分，预设5600 MHz CL46 的情况下，延迟达到了82奈秒。超频至7600 MHz CL36， 延迟降至了63奈秒，延迟降了 22%。哇，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大，差异非常的多。我稍微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已经接近甚至超越 DDR4 3600C16 的数据。虽然说并非完全一样的测试环境，数据无法直接拿来做比较，但是还是给各位参考一下。若观众想看 DDR5 对比 DDR4 的效能比较，欢迎在下方留言。若留言的人数众多，我考虑一下。接下来是办公应用软体测试。首先，我们先来看 Cinebench 2024，这是一款 CPU 渲染测试软体。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未超频前多核分数为1760，单核132；超频后多核为1796，单核134。不论是单核还是多核心渲染，分数皆成长 2%。这款软体主要还是吃重 CPU 的运算能力。记忆体超频确实有带来效能的提升，但是提升幅度不大，主要还是看 CPU。再来是 Blender， 这是一款 3D 建模渲染软体。可以看到超频前后的分数分别是 452.59 与 466.61， 分数提升 3%，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感的哦。不过以上测试结果都是以分数来呈现，一定会有很多观众无法体会，到底这些数字的差异，实际到底体验上差多少？我执行这些生产力的运算到底能快多少？所以我们来看看影片转档与编码软体 Handbrake。我们进行影片的 AV1 编码，分别提取软体记录的编码速度，也就是每秒张数与编码的总时长。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到，记忆体未超频的情况下，平均编码速度为 7.99 fps， 超频后的编码速度提升至了 8.56 fps， 平均速度提升了 7%， 并且耗时37分钟缩减至34分钟，也就是帮你省了整整3分钟，减少了 8% 的影片压制时间。这个体感就蛮明显的哦。若是有大量影片编码需求，超频记忆体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值得推荐。再来是游戏测试，我们先来看上一次我们使用微星4060金螳螂的测试数据。好，那我们现在来实测一下我们超频前未超频的数据。好，我们开的是赛博朋克，来帮我执行基准测试。我按掉了吗？对，直接执行基准。对，按。这边设定都调过了。对啊。好，按喽。就是 Full HD 最高。好，按了，按了。好，确认。
平均有114，嗯，最小值59。那我们把这个记起来，最小值就是指说，如果它掉下去的时候会掉多低。嗯，好，我们超频到7600，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 FPS 到底提升多少呢？期待。由我们的美女帮我们执行测试。好了，哇，这次跑得很快，116。但是没有高多少我们可以看到超频前 Cyberpunk 2077在 1080p 最高画质下，未启用光线追踪，并开启 DLSS 画格生成。4060平均帧在114.2，最低帧59.67。记忆体超频后，平均帧上升至116.7，最低帧61.88，平均 FPS 约提升2.5帧，差距约2%，1% low 提升约为4%，性能表现在2077上差异并不大。换上4080后 ，Cyberpunk 2077在 1080p 最高画质，开启光追与光线重构 ，DLSS 平衡，画格生成。记忆体超频前，平均帧落在189.6，最低帧为85.8，超频后为190.8与79.8，差异提升1%与-7%，1%一般为误差范围内。再来是竞技游戏 Rainbow Six Siege 红彩6号 1080p 最高画质，可以看到记忆体超频前后差距不到1%，可以说记忆体超频对以上2款游戏的效能表现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也破除了我们对4060造成效能瓶颈的猜想。推测是显示卡记忆体容量的提升，让系统记忆体的影响变得更小。不过这部分还有待证实。若观众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换到相对吃重 CPU 的游戏来进行测试。CS2， 我们一样以 1080p 最高画质进行测试。记忆体超频前平均435.2，最低帧219.2，超频后450.2，最低帧232.8。记忆体超频平均帧提升3%，最低帧提升6%，对于游戏的整体稳定性有着小小的提升。最后我们来看赛车游戏 Dirt Rally 2.0， 这款是我们游戏测试中效能差异最大的一款。超频前平均帧为230，最低帧为131，超频后平均帧暴冲至276.2，最低帧来到146.4，平均帧提升了20%，最低帧提升了12%。看起来记忆体对游戏的性能提升还是要看游戏的设计。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 Dirt Rally 2.0 并没有内建效能测试，我们采用的是同一张地图、同一个路段、同一台车，并固定时间点与天气。起跑后记录1分钟的 FPS 数值，测试多次，取5次效能差异最小的结果。那我这边把详细测试数据放在了说明栏，各位如果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点击连结进入阅览。今天的超频结果你觉得怎么样？今天的超频结果，我觉得最令我意外的是，我没想到就是自己组完主机之后，应该其实要去调 XMP 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的电脑用到现在我都没有调过这项设定。难怪之前有朋友来帮我看的时候说，你怎么就是记忆体没有调一下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原来就是比如说，可能他们帮客人组完主机之后，他们其实都会帮客人直接调好那些超频，然后再直接到客人手上。我不知道对啊，跟观众讲一下，以后要记得开 SMP。哦，那观众以后记得要开 SMP。然后还有什么呢？关于开机速度的差异性。开机速度我就觉得确实没有差到太多。对，但是我原本也预期可能应该不会差太多啦。硬碟的载入速度还是决定了开机的速度。那游戏的部分，不知道因为是不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只用了4060的显卡，所以就觉得114跟116的 FPS 好像确实也没差太多。这样讲一讲，是不是好像我自己也不用回去调超频了？那你觉得这个超频所需要的这个时间跟它的提升？我觉得超频其实真的非常花时间，因为其实我们中间在测试好几次，就是都有失败。就是你其实要一直去调整，比如说每一次你用 IW4测出来，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就是红画面？红画面是就硬体错误啊，或者是被中断。
对啊，它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中断的状况，所以你就要一直去调整。在测试的时候，我们6000跟5600都可以正常的烧机20分钟，不会宕机，也不会有硬体错误。可是我们如果是超到7600的话，烧机测试它会大概在16分钟的时候就会出现侦测到硬体故障的讯息。对啦，但是在游戏上好像其实又可以稳定跑。对，所以说稳定性测试没有过，烧机测试没有过，不代表它游戏是真的不能玩，只是超频就要承担这个风险。你一旦超下去，它有可能不稳。厂商盒子上标示的7600这个数字，它也并不代表说就是保证7600可以非常的稳定运行。所以 XMP 会有2个设定组，就是因为如果你第一组设定你试的时候行不通，可以采用第二组。那我们测过第二组，它是设定6000，这个就是可以很稳的运行。就超频的频率能不能上去，也是攸关到主机板 CPU 的体质。如果说其中一个环节它体质不好，其实记忆体也不一定能顺利上去。那不得不说，这张主机板真的很猛。对，我开机 XMP 打开7600就上去了。对，在其他不管是哪一家品牌，甚至连微星4000到6000左右的价位的主机板都没办法上到7600。大概我试过，大概是6200就是极限，有些是6400极限。好，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大帮手，他就不是小帮手了。对啊，我超厉害！因为我们超频真的搞了很久，这超频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那种，就是按一按，然后呢就开机，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中间太复杂了，中间调那些选项太复杂了。对啊，那接下来我会来挑战看看极限超频的数据。那这个我们可能等到下一集再看看极限超频我们能超到多少，说不定要准备一个神秘的道具哦。我想一下，要不来推荐一下自己的频道？好，谢谢 GK 今天邀请我来玩。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或是喜欢我的话，可以去追踪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叫做贝尔熊派，然后是做就主电脑啊，然后一些科技相关的题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追踪哟。And we have a lot of viewers in America. Can you speak English? And No, I can't. No. Promote your channel. No. 真的不行吗I will put her channel link down below. You can check at the description. Okay, thank you. Go to her channel. Okay, thank you. Her channel is very cute and very funny. Okay, thank you. 不要这么突然，好不好？今天不到了。好，跟大家说拜拜。拜拜。Bye.